全世界都把紧张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远在7000公里外的太平洋约翰斯顿环礁，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根据哈拉尔德的说法，我概括出以下4条：第一，当时有 UFO 一直在监视美军的核爆实验；第二，曾经有一架 UFO 因核爆坠毁在了南太平洋；第三，美国海军得知此事后，立即组织了对该架 UFO 的打捞工作；第四，找到的碎片后来被送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哈拉尔德还亲手触碰过。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1962年美军在南太平洋总共进行了31次核爆实验，其中少数几次是利用雷神飞弹将核弹头运送至近太空高度进行的高空核爆。那么究竟有没有 UFO 对核弹头进行追踪呢？的确有，时间是在9月份。地点是佛罗里达的大西洋靶场，当时美军在此处测试第1代洲际弹道飞弹时，拍下了未知光球，在追踪重新返回大气层的模拟弹头。要知道，该枚弹头的速度达到了18倍音速，而光球竟能对弹头一路进行跟踪。在跟踪了一会后，只见它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夜空中。于那个年代，视讯清晰度太低，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较大的光球、较小的光球。也许只有用特殊的观测仪器才能看到。第二，被核爆波及的 UFO。哈拉尔德透露，1962年10月25日，也就是在古巴飞弹危机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美军在南太平洋约翰斯顿环礁上空进行了代号为蓝鳃太阳鱼的第3次核爆实验。蓝鳃太阳鱼前2次核爆都以失败告终，不过第3次核爆进行得很顺利。而在不久之后举行的会议上，哈拉尔德在军方提交的报告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报告说，该次核爆实验击落了一个神秘装置，而且事情发生后，他们立刻组织了对装置的打捞工作。哈拉尔德本想继续追问打捞工作进行的如何，然而军方将领的回复是：你有权利知道关于核弹测试的内容，但无权获知任何关于装置的细节。这番话说的在情在理，因为哈拉尔德拥有的是 Q Clearance Q 许可，美国能源部颁发的最高安全许可。Q 许可相当于军方的最高机密 Top Secret， 这代表哈拉尔德能知晓所有关于核领域的秘密，但对于 UFO 相关事宜，抱歉，他无权过问。那么关于该次坠机事件，是否有影片资料为证呢？答案是不只有，而且不止一段。在蓝鳃太阳鱼第3次核爆实验时，